北方吃羊肉好像一般都不带皮，而南方好像流行带皮羊肉。馍属于是本土面食里比较有韧性的饼子，而贝果则是西方面食里比较有韧性的饼子。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？今天就让我来顺应天意一回，做一个带皮羊肉泡贝果。我今天本来想买的是羊排的部位，我觉得比较好吃，但是怕汤太寡淡了，所以还是搭配了点羊腿，就是腿连着排的那一部分。皮已经烧过了，但我又请摊主再烧了一下。我这边能买到的羊肉品质还是挺好的，不会太膻，而且都是属于精瘦型，也没有太多的肥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太肥不好，但一点油也没有也不行，会不香。这里一共有3斤左右，好像是有点多，能吃好几天的样子。不过也好，仔细想想，我好像入冬以来都没吃过一次羊肉诶，急需滋补。因为今天不打算焯水，所以洗干净以后就拿水给泡上，尽量把血水泡出去一些。好了，肉已经泡了几个小时了，现在可以开始炖，直接把它转移到炖锅里，然后加上清水。理论上说肉少的话少放点水，应该和肉多多放点水炖出来是一个味道，对吧？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，肉少了就是滋味会没那么浓郁，尤其是去那种传统宴席上拿大锅炖出来的味道，一样的调料和步骤在家里根本复制不出。香料的部分因为是清炖，我就用的比较简单和清淡，一些白胡椒籽、香菜籽、2片香叶，还有一些地椒叶，地椒叶也就是西餐里常用的百里香，还有姜片、草果、花椒，1-2个干辣椒。这花椒和干辣椒不会有麻味或者辣味的，就是去腥用的。桂皮、八角、白芷之类的我嫌味道重就不加了，把它们全都装到调料袋里。但我家里刚好只剩下这种小的调料袋了，好像塞不进去啊，那就把大葱单独放吧。羊肉这边煮开了，把浮沫撇一下，现在它就已经出了很多油浮上来了耶。把香料袋放进去，然后继续炖煮，炖到一半来看看，看起来已经不错了耶。买羊肉的时候老板还赠送了点羊血，我也一起加进去炖吧。现在差不多可以调味了，不过调味很简单，只要加点盐就行。又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，哇，这个羊血煮的全部都鼓起来了。来捞点汤煮一下配菜，我用了白菜和豆皮，以前我常吃的那家店底下是会放粉丝、白菜和豆皮丝，我就参考了一下，不过跳过了粉丝。来在配菜上舀上羊肉和羊血，最后撒点香菜、蒜苗，看起来就很有那个风情了。贝果我就买现成的了，它是原味的，无盐也无糖的那种。如果是什么抹茶味的、蓝莓味的，我猜也许还是单独吃会比较好吧。第一口先来尝尝汤，特别的清爽，完全没有膻味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香料味，就是很自然的羊肉清汤。羊血还不错，里面是有点微微灌汤的感觉，就像那种炖过的豆腐一样，而且毫无膻味。我每次去外面吃羊肉米线，总觉得他们的那个羊血有膻味，这个真的吃着甚至有点像鸡血，虽然它有很多气孔，但吃起来也并不老。来一块带皮的羊肉，应该是羊腿肉吧，肉已经彻底炖软了，但它的皮就不像猪皮一样就很软糯那种，是有点 Q 弹有嚼劲的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而且不容易腻。豆皮也已经煮软了，白菜自带微甜，和羊汤挺搭。终于要来泡馍了，哦不，泡贝果了。来掰贝果，撕起来并不容易耶，它是很有韧劲的那种，属于是边吃边消耗体力了。记不清以前是哪本书里看过，说羊肉泡馍就是要把馍掰得小小的，然后泡到热汤里，享受那种慢慢边掰边吃的感觉。来尝尝，这味道会不会也太接近馍了？虽然知道它们都是面粉发酵做的，可是吃起来真的
毫无违和感。泡之前贝果吃着是有嚼劲且干香的感觉，泡了以后嚼劲就瞬间消失了，只能吃到麦香和发酵的香味。这美国人还不得实现泡馍自由啊！原味吃了一会儿，按理来说此时应该浇上一勺油辣子，不过今天我做了2个蘸水来代替，一个是花生芝麻酱加辣椒油的，另一个是云南卤腐配胡辣子面的，还加了点蒜，舀2勺汤进去拌一拌。最后不能少的当然还有云南人吃羊肉的标配，一大盆薄荷。竟然还买到了这种紫色梗的老品种薄荷，会味道更浓郁。我发现泡贝果和泡馍虽然味道很像，但是口感略不一样。贝果的质地更疏松多孔，所以泡起来就速度特别快，瞬间就能浸透汤汁，还会散架，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掰大一点，这样好像效果更好。这种整块炖出来的羊肉果然还是需要蘸水。花生芝麻酱真的好香啊，浓香，但吃到现在的话就略微有点腻了，没关系，让我立即配上薄荷。薄荷真的是解腻能手。这么一看，我今天吃的真的很融合诶，但是这些相差10万8千里的元素放在一起，居然出奇的和谐，很好，有信心挑战一些别的了。